他们面临着中年的危机，同样他们的情感也出现了巨大的风波。在这个节目现场，我们能帮到他们吗？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对主人公，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男主人公孙建国，44岁，来自河北物业管理本科学历，年收入5万元。女主人公苏桂芝，47岁，来自东北服装导购，本科，年收入4万元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大姐和孙大哥已经同居4年了哈。认识4年，同居了也就刚2年。大姐是因为丈夫车祸去世而变成单身一人的，对吗？对。有一个女儿，是不是？有一个女儿。跟前夫的感情好吗？挺好的。在前夫去世多久之后认识的这位大哥呢？去世8年。大哥是为什么第一段婚姻没有的呢？第一段婚姻吧，也就是说生活在一块儿。就发现他特别懒，最让我反感是打麻将。那他一定也不太会捯饬自己，是不是？他就是上下班就一身就他单位发的工作服。那你要求过他改变吗？要求过啊，要求过。他变了吗？变了，把头发烫了啊，烫了他烫了以后，给我感觉就跟那藏獒似的。那你跟他说了吗？说了，他一气之下又把头发做回去。你当时就说人藏獒，就是开玩笑的情况下说了一句。就这么点小事也听出来，这个婚姻长久不了。后来谁提出来分手？离婚？他是对的。受不了你了？不是，我下岗了。他是对这个钱方面看得特别重。哦。那你当时对于这个婚姻怎么看？没了就没了，挺好。我觉得那天离婚的时候，我从法院出来，我特别轻松。天都蓝了哈，对，水都清了哈，心情都变好了哈。对哦，我就是因为你离婚了哈。对，我跟他出来的时候，我就拿着我衣服，这个就是啥都没有。这个你看到没有？就是两个其实人生际遇不一样的人。大姐是用8年的时间来疗伤，大哥是离了婚之后反而更高兴了。您在离婚之后多久认识的大姐呢？我来北京以后。我同事和他是邻居啊，他不是以前是做服装买卖的吗？啊，我们邻居老去他那儿买衣服。他做衣服，我跟我同事也去那儿买衣服。啊，他那衣服做的款式挺好。啊，我穿上以后，我们同事挺好的衣服，我从哪儿买的？我就带着我同事去他那儿买衣服，一来二去就不是熟了吗？啊，后来我这个同事给把我们的关系挑明了以后，就开始相处，处的一直处到现在了。大姐一开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幸福吗？我一开始跟他在一起，我觉得挺幸福的。什么时候觉得不是那么幸福了？1年以前。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我觉得他的电话，好像女的打来的。哦。而且就是说我发现了信息。信息都写了什么呀？你回来，我在家等你。我在家等你。对。哦。哪个家呀？不还是有个家吗？啊。后来我就感觉到。他外面好像是有女人，有吗？属于我这业务范围吧，我就平常应酬特别多啊，身边免不了有什么女孩的，跟你无聊的开个玩笑啊。其实我都你看我跟等等你，我手机平常回家放着，你爱看怎么看啊？平常我要觉得一个聪明的女人，你就不会把这事儿就琢磨的太。你要是个糊涂女人，肯定往死里钻牛角尖啊。也就是说你确实没出轨哈？对，我不会相信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有时候夜不归宿。哦，你还不回家？你说我住的单位那儿，有时候加班吧，没有末班车了。就末班车，你要是老远打车回去，啊，打车回去这算个理由吧？我不那么认为。啊？我不是那么认为的。我就是说这一段不回家吧。也有一定原因，就从去年她怀孕嘛，她说回老家啊，回老家以后，她跟我在电话里说她摔了一跤啊，孩子掉了。哦，我是绝对不相信。那也就是说，因为没了这个孩子，所以你才不回家的是吧？我就老想着这事儿。大姐，那孩子是确实是摔掉的还是？对，我在洗澡的时候去洗澡去，然后地下滑往下摔了，然后确实是。那你们俩现在看来谁也没法相信谁啊？你也不相信这理由，对不对？我不相信这个理由对我来说，他解释不通。没有，确实没有，确实是摔了一跤。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不相信你呢？因为他特别喜欢孩子，所以呢，他以为我这是个谎言。
据我所知，你请过调查公司调查过他，在他的生活里面，到底是你怀疑他有所谓的出轨和外遇，还是他确实就有了出轨和外遇？你去问问他自己。有吗？是有个异性的女朋友啊，是有个异性的女朋友，跟你是什么关系呢？同事。仅限于同事吗？对。但是据我所知，好像这位同事还想为你生孩子哦。我们那次也是在一块吃饭，我说开玩笑，我说假如你要做我妻，我说现在你给我生个孩子，你愿意吗？他很坚定地说我愿意。那你们俩得什么关系才能谈到这个话题啊？其实我身边就这一伙男朋友女朋友啊，都特别随意，爱开着荤玩笑啊，爱讲个荤段子。对对对。那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呢？我倒是没什么想，我就你会相信他说的话吗？我已经宽容过他，他是再一次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以前就是说他说的啊，我和我这个同事怎么回事儿，然后呢，他说不可能的有那一天，然后我觉得他这话都是骗我，结果呢不几天以后呢又打来电话，又发信息，又让我发现一次又一次的，不是一次两次的。大哥啊，你跟编导说过，说大姐请侦探带着人还堵过你，是有这事儿吗？是。那你为什么不说呢？我想给他男人一点尊严。哦，也就是还真被你捉到过是吧？对，我一开始我想到了给他点空间，给他时间，让他去把这些事情给化了，自己去把这事情给化了。结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。您是按3步走的。对。第一步是我先提醒你，让你自己解决。对。第2步是威胁一下，他又没做到。对。第3步你就请了侦探了。对。我问过他好几次，如果你要能放弃他，你和我在一起；假如你放弃不了他，你就把我放弃。他还不说，然后他说啊，我心里还有你，但是我很在乎你，还说很在乎，嘴上说很在乎我，但是事实还不是这么回事。你好，我是丽丽，我是一名减肥顾问。这个朋友里，上海的雨儿生完孩子体重达到140斤，通过我们提供的方法，在不运动不节食的情况下瘦了35斤，这个是玲玲也已经成功减肥，1个月瘦了20斤。如果想减肥的朋友可以加我 QQ 9048759，再重复一遍，我的 QQ 是9048759。他还不说，然后他说啊，我心里还有你，但是我很在乎你，还说很在乎，嘴上说很在乎我，但是事实还不是这么回事。以我看来那不算出轨，在北京租房那么大地方，我坐在床边吃饭，你不可能都让我们在地下，他那个小孩坐在床上吃饭。是在床上吃饭是吧？是吃饭或者是站着也好，但是必定他是不是没有回家呀？这就是事实了，对不对？我总想就是说的，我看见了为事实。行吧，在您这儿确实没有，对不对？您就坚信是有的，对吧？对。听听专家怎么看。来，进入我们的真心瓜子丘比特问卷。我觉得其实2个人都很清楚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，为什么还这么艰难的在做这个决定？留恋的到底是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看到其实苏大姐您在想从孙先生身上要到什么。你想要的爱情可能有，但它已经结束了，在1年前就已经结束了。那你现在还死死地拽着这个男人，抓着这个男人，你还说我要给你面子，但其实又不给他面子的，这种原因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认为青年人的婚姻或者是再婚的基础是情投意合的成分少，志同道合的成分多，最关键是搭伴过日子。我想对女嘉宾所说的是苏慧芝啊，谎言是痛苦的开始。我想对男嘉宾说的是，树若无皮必死无疑，人若无皮就天下无敌。没了。都是聪明人，也就不点的那么透和白。再听听你们的朋友们是怎么说的。来，踏浪旁观者清。是谁的朋友？我是孙哥的朋友。对，是他同事。其实刚才就说这个孩子这个问题，就说这个孩子是摔掉是打掉，医院一查就知道。这很简单。就说这个私家侦探呢，应该说是在纪录片可以看得到，但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个东西。私家侦探最后整的就是我孙哥就是属于那很无奈，就是说
当时我听了以后我都不相信，我说这事能发生在现在吗？但事实真是发生了。哎，那他跟那个女同事到底有没有一些关系啊？你们这同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关系？就随便就能说，给我生个孩子吧，你愿意吗？我愿意。不，这个问题呢，就是说这是就孙哥私人问题了，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没必要去过问。那你刚才他说他那个坏的时候，私人问题怎么都说啊？是啊，该说点他实质的问题的时候，你就不能过问了。因为他的对我哥的这种什么，就是一种寄托，就没有什么感情而言。而我带个孩子，说有个男人在我身边，人还长得挺帅，哎，过日子嘛。但是我哥呢，他就想要个孩子，成一个家。其实我觉得他们俩婚姻就是一个错误。哎，这话你哥跟你说过吗？说过。那他为什么不直接跟你大姐说，让你说呢？这不是高不高的哥们儿嘛，直接能说的，有些东西跟这妻子也说不了。这个大意大家都听明白了，我想你也听明白了，把心里想说的争取在60秒钟的时间里能够表达出来，不要留下什么遗憾。其实即使是离开，少一些遗憾，就是少一些伤害。来，进入黄金60年。大哥先来吧。其实我觉得咱们俩再生活再下去吧，是两人在相互的折磨。我觉得相互给之间压力，不如都相互之间放松一下。但是我目前现在也是这么想的，我也想跟你分开。分开，哎，只要你走得好，想得开就行，我们没别的，没别的顾虑。我会想得开的。心里话说了，我们应该分开。分开之后，我希望你走好。心里话也说了。对，我也希望他能幸福。是吗？是的。好，那就2位回去吧。请关门。大家对于这样的爱情，你们的看法是什么？做一个表决吧，看看态度，订婚还是分手？来，请选择。好，难得一见的一个高反差比例。大家觉得订婚的是5.13%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其实对于这一段感情，大家觉得他们分开了，可能彼此会更加的幸福。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的选择是什么。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